我当时买它们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这些包包会飙到今天这么高的价格。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马。入坑爱马仕这么多年，相比一些新推出的限量款，我个人呢更偏爱收藏一些古董的绝版包。小马刚巧在2022年开年入手了一只绝版的 Mini Kelly。如今呢是小包当道，那么这期视频呢，小马就跟大家聊一聊爱马仕收藏家都爱的5款绝版 Mini Kelly 包，顺便呢我也来一次2022新包开箱，感兴趣的话呢就一起看下去吧。说到 Mini Kelly， 种类是有很多的。我们呢把它分成了现行版和古董版。那现行版的 Mini Kelly 呢，常见的有1代、2代，然后还有这种 mini 野餐包。这些虽然也很难买，但最起码是有机会在专柜可以买到手的。今天的主角呢，其实不是它们，是这些。这些呢是我收藏的一部分战利品，全都是 mini 版的凯利包。首先呢，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今年新入手的这一只。你看它简直太小了，跟我脸差不多，有点大。大家猜猜这是什么呢？现在来把它打开，然后这个沉袋呢，不是它原本的沉袋，是后给它配的。它是一只15厘米的 Micro Mini Kelly， 也俗称为 Mini Kelly。这个款式呢已经停产差不多10多年了。常见的皮质呢有 Box 皮、苦修贝露皮、S 皮。稀有皮的话呢有蜥蜴皮和鳄鱼皮。我的这一只呢是苦修贝露皮的深蓝色的金扣。它的外形呢，其实跟现行版的2代是非常像的，单拿出来呢，就是很容易把它们混淆分不清楚。我们把它们两个比较一下，这样看呢，区别就很明显了。它跟2代的边长差了4厘米，对比来看呢，就是整体都比2代要小2圈的袖珍 mini 包。比较大的区别呢，还有这个就是肩带的这个地方 ，Micro Mini Kelly 的肩带是更细更长的。它跟这一只2代的这个肩带比是要短一些的，能差这样的一个距离。还有一些细节不同的地方呢，就是 Micro Mini Kelly 它的内部看一下，它是没有内袋的，而现行版的这个 Mini Kelly 呢，它在这里都是有内袋的。这里底钉的部分呢也是有些不同的 ，Micro Mini 底钉呢它是圆形的。而2代的这个底钉呢，我们来看一下，2代的底钉呢跟普通款包是相同的，都是这种圆柱形的。另外呢，它的重量是非常轻的，我平时呢都不敢背出去，生怕把这个肩带因为太细了嘛，生怕把它给弄断了。这款包其实在4、5年前佳士得拍卖会价格大约只有8000英镑。折合人民币呢，大概是7万人民币左右，导致2020年佳士得拍卖会价格直接飙升到了17000英镑，折合人民币大概是15万左右，整整翻了1倍还多。这个款式呢，目前在二手市场上也是非常难找到的。我也是刚刚好很幸运，前一段时间在日本的拍卖会上遇到，果断必须拿下。苦修贝露皮呢和这个深蓝色的金扣搭配，真的是非常的经典好看。我个人认为这个包不仅仅有收藏价值，而且偶尔给我女儿拍个照啊，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那第2只的古董 Mini Kelly 包呢，就是这个大耳朵20厘米的 Mini Kelly。它的特点呢就是包如其名，手柄呢这个地方呢是比较大，手提和这样腕挎都是 OK 的，都是可以的。它的肩带呢比2代呢要稍微短一点点。斜挎更加的复古，有时尚感。大耳朵虽然已经绝版了，但是在二手中古市场上还是可以看到的，普皮、稀有皮都有的，颜色相对呢也是比较丰富的。虽然价格涨了很多，不过也是有机会买到的。那么我收藏的这款大耳朵中间呢是丝绸的，旁边拼接的呢是鸡皮，这个表面的设计呢是褶皱的，如果不仔细看会误认为是那种条绒的面料，其实这是光滑的丝绸哦，整体非常的有质感。而且这个包的内里也同样采用的是鸡皮的材质。这一款的话呢，数量非常的少。10几年前，我记得它在佳士得拍卖会的价格才3000英镑，合人民币3万人民币都不到。
2017年呢飙升到了8万多人民币，而现在呢这只包的市场价格更是翻了好几倍。我比较幸运，先后获得了这个红色，然后还有这个黑色，这样一对儿凑全了。尤其是这一只红色，就是过年呀、过节呀都会把它拿出来喜庆一下。跟大耳朵类似的包款还有这种无耳朵系列，这是一只80年代的老古董了，鸵鸟皮的拼色。但并不是收藏款，拿过来给大家做一个比较。它的特点呢就是没有手柄，然后这也是一只20厘米的 mini 的凯利包。这一款的肩带呢，它是有长款的，然后还有短款的。我的这一只呢是短款的肩带，我觉得这个长度就是也是刚刚好，非常好的，当做腋下包和手提包都是不错的，长度也是刚刚好的。就是不能斜挎了，唯一一个缺点呢就是肩带扣的部分，因为这款肩带呢它是不能拆卸的，所以金属和皮质的地方会经常产生摩擦而变色。无耳朵和大耳朵的容量呢都是相同的，但是上身的感觉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大耳朵呢更加的复古别致，无耳朵呢我觉得有一种轻松休闲的感觉。无耳朵的迷你 Kelly 虽然已经绝版了，但在二手市场上的数量还算是相对来说多一些的，所以性价比呢比普通的大耳朵呢要高一点点。如果有可能的话，尤其是喜欢复古小包的宝宝们，我建议2个都可以收入囊中。那接下来呢就是这只重量级的古董包。这是一只纯银的 mini 的凯利包，之前呢在晚宴包的视频中呢有出现过，想看上身效果的宝宝可以翻阅一下之前的视频。纯银的凯利包1990年诞生的，也是比很多人的年龄都大了，并且这款包呢从未复制过，可以说是绝版包中的顶级收藏级别。它呢有2种包款，一种呢肩带是皮质的，另外一种呢是全银猪鼻子这种肩带。它的底边的长度呢是13厘米，比我今年入手的这一只的 Micro Mini 还要小一丢丢，给大家做一下比较。然后呢，它的底钉呢也是这种比较复古的圆形的底钉，然后肩带扣的这个地方，银质肩带的这一款有一个类似菱形的这样的一个扣环，可以这样上下的拨动，它这里是可以动的。然后另外一款呢，皮质肩带的扣环呢，则是圆形固定在手柄和包包中间的。这个包的开合呢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是拿起这个锁头的地方，然后稍微用力这样拽一下，然后包包就这样打开了。因为是纯银的，所以会有氧化的情况，而且银的质地呢，它本身就是有一些软的嘛，一不小心就会有划痕啊，或者是磕痕，所以我平时用的时候呢，会比较精心一点。这款包呢，我记得2016年香港佳士得拍卖会时，当时它的估价是16万人民币的最高估价，然后以估价的2倍，35万人民币的价格成交。而我的这一只呢，是去年在日本拍卖会上高价拿下的，而现在它的价格更是无法估量。可见小包和古董包的人气是只涨不退的趋势，对爱马仕的收藏家来说更是无价之宝。最后一只就是这个5P 樱花粉的 Kelly 豆小可爱。其实 Kelly 豆也属于 mini 款的 Kelly 包，它的边长呢是16厘米，比2代呢要小很多，仅比这只15厘米的 mini Kelly 大那么一点点。Kelly 豆呢是没有肩带的，想要斜挎的宝宝们呢，其实是可以给它配一个2代或者是猪鼻子链当做肩带，然后把它斜挎起来。另外 Kelly 豆，跟我这只新入的 mini Kelly 一样，都是没有内带的，所以容量呢就不期待能装下什么了。大家对 Kelly 豆的印象可能是停留在2000年千禧娃娃，但我收藏的这一只呢是2010年香港 SOGO 开店时出的特殊的纪念款。所以是2010年诞生的。普通的千禧娃娃现在的价值已经翻了10多倍了。那这一只呢是开店限定，再加上5P 这个颜色非常的稀少，目前的价值呢要比普通款千禧娃娃要高上很多倍。我的这一只呢，因为是限量款，入手是比较困难的。
不过2000年的千禧娃娃在中古店还是比较容易淘到的。再者，如果有特别定制名额的朋友，也可以通过专柜定制全新或者稀有皮的 Kelly doll。那么以上就是小马为大家分享的我的这些古董秘密凯利包，它们现在的价值都比我买的时候价格涨了很多。爱马仕小包的升值趋势真的是势不可挡，但小马还是那个观点，想要投资还是买适合自己的理财产品，买包就是买你喜欢的就好。说实话呢，我当时买它们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这些包包会飙到今天这么高的价格，所以眼光和运气也很重要。而且我相信很多爱马仕玩家收藏包绝对也不完全只是冲着包的价值，一定是自己的喜爱更多一些。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想要看更多收藏包分享，评论区告诉我哦，记得点击订阅，我们下期见。